2022年网飞最新的恐怖片，你不会还没看吧？随着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，老无所依的老年人有多可怜就有多可怕。死寂的养老大楼，寄居在这里的老人行将朽木，他们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他们被护工无视，活得毫无尊严。直到这个雨夜，婚礼的喜悦传入大楼，没有受邀的老年人们集体暴走，他们涌入村庄，开始了疯狂杀戮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另类恐怖片《老人》。艾拉是一位单身母亲，今晚妹妹桑娜的婚礼将在村庄里举行。时隔多年，她带着大女儿小美和儿子小卷返回家乡。因为离婚一事，艾拉曾和父亲艾克产生矛盾，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不见父亲踪影，艾拉这才知道他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已经被妹妹送到了老人之家。为了让父亲参加晚宴，艾拉带着小卷驱车前往养老院。小美之所以没去，是要偷偷和青梅竹马约会。乡间小道毫无生机，原来村子里早就没有年轻人了，看到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抵达老人之家后，这里同样死气沉沉，被送来的老人越来越多，而这里的护工数量却严重不足。很多老人没办法得到及时的照顾，担心翻身会摔倒，护工干脆将老人绑在床上。有时候老人甚至会伴着污秽的排泄物躺上一天。这位老人洗澡时不小心摔倒，只能光着身子坐在地上，等待护工发现。在老人之家的每一天，这些老人只能毫无尊严地活着。艾拉和小卷的出现瞬间引来全场注目，因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年轻人。这位老人错把艾拉当成自己的女儿，请求她带自己离开。他已经算幸运的了，有儿有女的，2年多会来看一次。护工们还不敢太过疏忽，那些孤身一人的就只能躺在阴暗腐臭的角落默默等死。在一个怪老头的指引下，小卷终于找到坐在轮椅上的外公。和房间里其他老人一样，艾克沉默不语，有些痴呆，但他却只用了片刻便认出了艾拉。傍晚，桑娜的婚礼如期举行，祝贺的车辆接连抵达，村子里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过。派对上觥筹交错，载歌载舞，而离村庄不远的老人之家里却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。听到不远处传来的优美歌声，老人们不由自主地聚集在床边，翘首望向了窗外。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愿望也很快被男护工打断。只见他一脸不耐烦地关上了窗户，拍拍巴掌催促老人们赶紧睡觉，还冷嘲热讽说自己可不会加班伺候你们这堆行尸走肉。令他意外的是，今天的老人们全都没有行动，反而有恃无恐地跟护工对视起来。很显然，今晚老人们要做一件大事。另一边，女护工听到地下发电室传来一阵老人的哀鸣，赶到这里竟发现一个老妇人正在用嘴啃电线。到底是疯了还是生无可恋求解脱，没人知道。火光四射后，老妇人倒在了地上，随后整栋大楼陷入黑暗。见老人们不为所动，男护工决定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只见他拉起一个身材瘦弱的老太太，想把她驱赶回卧室。老太太则一边挣扎一边尖叫，推推搡搡间，老太太倒在了地上，鲜血立马顺着她的额头流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高2米的老头目露凶光站了起来。男护工有些慌了，赶紧拔出手术刀，呵斥老头坐下，结果被老头一把掐住脖子。这时，一个老人捡起了地上的碎玻璃，呼哧一声捅进了男护工的后腰。这个举动一下子感染了所有人，其他老人全都站了起来，捡起地上的碎玻璃，一下一下的猛刺进男护工的身体。女护工听到楼上传来同事的惨叫，赶紧跑了上来，看到了老人们癫狂地干掉了一个男护工，她赶紧挤出人群，拿起了一旁的电话试图报警。可惜话还没说一句，怪老头抡着铁棍忽然出现，一棍就送走了女护工。紧接着，他注意到了一张贴在门口玻璃上的结婚请柬，新娘正是桑娜。雨夜，养老院大楼的门敞开着，里面的老人自由了。晚宴已经结束，宾客大都开车回家。艾拉和2个孩子安顿在举办晚宴的楼房里，桑娜和新郎的婚房则是不远处刚刚改造好的农舍，烛光鲜花，丈夫用心的布置，桑娜很感动。气氛到位，接下来你懂的。
只是两人还不知道一场血色浪漫即将来袭。楼下的房门渐渐打开，怪老头悄无声息走了进来，一个铜球，一只袜子。怪老头驾轻就熟，制造好了杀人凶器。床上，桑娜喘息之际，突然看到一张恐怖的脸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新郎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被怪老头砸死。桑娜拼命逃跑，但还是被铜球击中，滚下楼梯，无法动弹。怪老头走了下来，看着还有气息的桑娜，彻底将她杀死。最后抓住双脚，将尸体拖到楼上，准备再体验一次新郎官的快乐。另一边，艾拉被外面的动静吵醒，准备开灯，发现停电了。小美告诉她，外面站着很多老人，可艾拉看向窗外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突然，客厅传来钢琴声，是艾克，他说不出话，似乎在用琴声表达什么。可是艾拉和小美根本听不明白。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。艾拉提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走出门外，看到之前认错自己的那个老人背对着他站在那里。老人从书中撕下一页，递给艾拉，内容和敬老有关，大概意思是要敬老，因为每个人迟早都会变老。艾拉一脸蒙圈时，小美却发现一个老太太蹲在草丛里，样子十分诡异。等艾拉过来查看时，老人如野兽一般跑开。与此同时，地址的老人也不见了。意识到不对劲，艾拉让小美赶紧进屋，关闭所有门窗。她则跑到桑娜的婚房查看，拉开窗帘，只见到妹妹和妹夫惨不忍睹的尸体。妹妹一丝不挂，嘴里还塞着一只臭袜子，死得毫无尊严。正当艾拉悲痛欲绝时，镜子里折射出老太太的身影，她身穿婚纱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尖刀。糟糕的是，躲在床上的怪老头扑向了艾拉。危急关头，艾拉跳窗逃跑，没跑多远遇到了前夫哥。都是一个村里长大的，所以艾拉和前夫以及前夫的现任女友金姐都受邀参加了桑娜的婚礼。前夫哥为何如此慌乱？时间回到稍早之前，前夫哥和金姐在回家途中发现其他宾客的车辆被烧，人也被老人虐杀。前夫哥想报警，可惜根本打不通，要不是反应迅速，及时逃跑，前夫哥和金姐的小命都得交代了。和艾拉会合后，三人连忙躲进房间。从小美口中得知，虽然关好了门窗，但老人还是闯了进来。眼下艾拉的儿子和父亲全都不知所踪。艾拉拿起手枪冲到外面，此时老人们正聚集在房前，前夫哥的车子也被他们一把火点燃。艾拉崩溃地质问他们到底把小卷带到哪里去了，然而无人应答。更绝望的是，艾拉在人群中发现了父亲，以为他们一伙的，于是歇斯底里地把父亲揍了一顿。可艾拉不知道的是，最危险的怪老头已经潜入房间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其他老人像丧尸一样从门缝里爬了进来。金姐可不是小美亲妈，面对威胁，最先想到的是保全自己。她告诉怪老头，我可没亏待过你，要杀也不应该杀我。这里补充一点，其实金姐也是养老之家的护工。听了她的话，老人盯上了小美，听到女儿的尖叫，艾拉和前夫哥立刻冲进房间。金姐已经吓傻了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这时，一个老人突然窜出来，艾拉二话不说，立马开枪。地址的痴呆老头也被前夫哥打死。找到厨房时，怪老头正要伤害小美，见艾拉出现，怪老头扔出铜球砸倒艾拉。前夫哥虽人高马大，竟也不是怪老头的对手。眼看就要领盒饭，艾拉及时出手制服了怪老头。危机解除后，艾拉、前夫哥和小美一家三口紧紧相拥。然而看到这一幕的金姐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不痛快了。晚宴上，艾拉和前夫哥手舞足蹈的样子，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外人。本来她完全可以离开，都怪前夫哥放不下艾拉和孩子，这才让自己也陷入危险。正因如此，刚才金姐才引诱老人去杀小美。看着节奏，金姐迟早得黑化。艾拉逼问怪老头小卷的下落，可是对方一个字也不说，气得艾拉要拔枪时，小卷突然出现。原来艾拉担心他受伤，把他藏在了阁楼。一家人刚团聚，小卷哮喘病发作，好在小美及时拿来药物。看着他们齐心协力的样子，金姐却认为自己的一切都被艾拉夺走。女人的嫉妒心能有多可怕？
艾拉在卫生间洗漱时，金姐也不装了，直接找她摊牌。你没来之前，前夫哥对我忠贞不二，老人们也都很听话，结果你一出现，什么都变了。总之，金姐已经被嫉妒蒙了心，把一切问题归咎到艾拉头上。艾拉走出卫生间，质问金姐大门怎么开了，结果被她打晕，人也被拖到了外面。不远处，艾拉发现父亲就站在那里，他还示意自己不要出声。紧接着，一大波老人从迷雾中走来，艾拉拼命敲门，可是门已经被金姐反锁。前夫哥听到敲门声赶到这里，恰好撞见金姐手里拿着门钥匙。见状，金姐赶紧把钥匙塞进嘴里，好在最后还是被前夫哥抢了过来。打开房门的同时，无数老人的手也伸了进来，他们无情地用碎玻璃猛扎前夫哥大腿。小美抄起灭火器开始助攻，双方僵持不下时，金姐心态崩了，跑到2楼一跃而下，然后就被老人抹了脖子。艾拉趁机回到屋子，但老人紧随其后涌了进来，一家人只好躲进书房。艾拉发现前夫哥的大动脉已经被割断，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。门外的老人并不打算放过他们，竟然拿来汽油想要烧房子。关在厨房的怪老头也被他们放了出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美想到房子下面有一条密道通往农舍，艾拉带着姐弟俩钻了进去。为了掩护孩子，殿后的艾拉不幸被老人抓住，显然凶多吉少。最终姐弟俩顺利爬到农舍，手机终于有信号了。原来不止这个村庄，附近城镇全都遭到老人袭击。小美打电话联系男友，得知湖边是安全的，只要赶到那里就能乘船离开。小美带着弟弟赶紧出发，结果在门口遇到了艾克。小美不确定外公是不是好人，于是将枪口对准他，不料怪老头躲在一旁，打飞了小美手里的枪。小美绝望了，她让弟弟闭上眼睛，不要看接下来的惨剧。临死前，小美唱起了一家人喜欢的歌，没想到描绘家庭幸福的歌词似乎让怪老头有所触动。痴呆的艾克也变得更加清醒，他捡起地上的枪，杀死了怪老头。故事最后，艾克带着姐弟俩成功逃到湖边，在老人追来的最后一刻，和小美男友一起坐船离开了这里。影片人物智商在线，行为动机也都能自洽。老人群聚在一起，一种介乎丧尸与邪教之间的恐怖气氛油然而生。一个成功的恐怖片，恐怖只是外表，真正的内核是要引发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以及进一步的思考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可能每个国家都会存在，影片正是以独特的视角隐喻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，给予年轻一代警示。正如片中所说，敬老是因为人人都有变老的一天，希望天下老人都能老有所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